徐安，去把那日和太王妃一起进宫的人都叫过来，还有整个王府搜一下，看一看哪里还有麝香。是，王爷。春晖堂外面是怎么了？这么喧闹。哦，老奴这就出去看看。去吧，问清楚是怎么回事。是，太王妃。柳嬷嬷脚步匆匆地离开了春晖堂，可是柳嬷嬷这一出去并没有很快返回来。徐安的动作很快，府中后院的奴仆杂役的房间都搜了一遍，谁料这一搜还真搜出不少东西，顺便还揪出了2个探子，现在也都被看押起来了。柳嬷嬷是当日跟着老王妃一起进宫的，她才出春晖堂的院子就被请到了前院。奴婢参见王爷。北静王淡淡地扫了一眼柳嬷嬷，他记得这个嬷嬷来府中已经30多年了，也算是府中的老人了。柳嬷嬷，那日是你陪着母亲进宫的？哦，是的，王爷，是老奴。哦，那你把那日在宫中发生的事情全都仔仔细细地交代一遍。柳嬷嬷掩藏情绪，于是仔细地交代了一下在宫中发生的事。你说太王妃主动找了荣王妃说了一会儿话？哦，是啊，太王妃也是劝大小姐多回府中，也是一片好意。这王爷留在王府的时间不多，大小姐常回王府也能父女祖孙团聚，不是吗？北静王没有被柳嬷嬷蒙混过去，他只知道母亲穿着带麝香的衣服去了女儿身边，这不符合常理。母亲那么自傲的一个人，之前算是被那孩子羞辱了一顿，如今怎么会主动凑上前？这不是母亲的性格。柳嬷嬷，母亲那日的衣服是谁准备的？王爷，那衣裳都是芳姐姐准备的，不过她在养病，就是个小丫鬟送过来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，王爷。柳嬷嬷松了一口气，于是起身慢慢地退了出去。北静王闭了闭眼，轻轻地揉了一下太阳穴，下意识地扫到了柳嬷嬷的步伐，双眼微眯，刹那间就来到了柳嬷嬷身边，快速出手。北静王见到柳嬷嬷灵巧地躲开了，来人，把人拿下。于是几名暗卫直接现身，几下子就把柳嬷嬷给制服了。王爷，您没事吧？蒋干，把柳嬷嬷押下去，严加看管，好好的审一审。本王倒是想知道是谁的手又伸到了我晋王府中。是。徐安，把府中50岁往上的奴仆的名册都送到本王这里。是，王爷。北静王在人都离开之后，才拿着那件衣服去了春晖堂。静行，你来了。北静王淡淡的了一声，然后把那烧毁的衣服送到了老王妃跟前。这是我的衣服，怎么毁了？母亲，衣服上的香味含有麝香，您知道吗？静行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母亲，您当真不知道您穿着这件衣服主动去找妃儿说话，会给她带来……住口！你还真是我的好儿子，现在竟然都开始污蔑我来了。北静王跪在老王妃身前，一脸沉痛地看着老王妃。母亲，咱们江家亏待了那孩子，怎能……剩余的话北静王说不出来了，一个是他的母亲，一个是他的女儿，这让北静王内心沉痛不已。静行，原来我在你的眼中竟然是这么狠辣的人，那衣服中有什么麝香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静行，我是你娘啊！母亲，这次的事就这么过去了，但我不希望有下一次。你……母亲，柳嬷嬷身份有问题，我带走了，还有养病的方嬷嬷也交给儿子吧，儿子会给您找更合适的下人伺候。老王妃看到大步离开的北静王，心中五味杂陈。那衣服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有问题，等到了宫里，他闻得久了也察觉了不对。他承认那一刻他有想给那个丫头点颜色看看的。5天后，邓王妃已经被送回了荣王府。
邓王妃因为吃了沈妃的药丸，身体恢复得很快，加上她怀孕的时间尚短，5天后就已经可以下地转悠了。她也不想待在启祥宫，所以就求了皇后的恩典，出宫回到了荣王府。四嫂，你说王爷他们是不是也该回来了？这都这么多天了，怎么还没到？哎呀，是啊，这按道理讲前2天就该到家了。彩霞，去把徐总管叫过来。是，王妃。很快徐慧就跑了进来。参见2位王妃娘娘。徐慧，你派些人手出城看看，王爷怎么还没回来？看看是不是路上耽搁了。王妃请放心，令策已经带了一队人马出城了。什么时候出发的？昨儿个就出发了，世子也记挂王爷，所以派人出去接应了。沈妃想到小福宝，这几日小福宝又躺回了修护箱内，因此倒是更多的时间在西院那边。沈妃现在随时都可能生产，主院内人多眼杂，小福宝和2个小妞妞更多的时候是在西院。既然人派出去了，也再找些人等在城门口，人要是回来了，就尽快的禀报给我。是。邓王妃坐在一边，听到小福宝昨日就派人出去了，也是心中惊讶。小福宝这孩子想的还真周到，比他们这些大人想的都周全。王妃，不好了，王爷出事了！谁出事了？王妃，王爷和单州王在回来的路上遭遇了贼人的袭击，现在下落不明啊！沈妃险些站立不住，急忙扶住桌子才稳住身子。哎，六弟妹，先别慌，事情或许有转机。沈妃也告诉自己不要着急，但是就是心跳个不行。是谁送的消息？还有送葬的队伍，除了王爷还有益州王呢，还有太子，他们这些人回来了吗？太子和益州王还不清楚，送信的人没说啊。是何人送的信？王妃，看那人的衣服是军中之人。那人现在还在吗？已经离开了，小人看那人匆忙的样子，好似有军务一样，就放人离开了。好，你下去吧。下人离开之后，邓王妃缓声开口：六弟妹，我觉得这事儿蹊跷得很。沈妃也反应过来了，都知道她怀孕要生产了，还在这时候拿唐志玲的安危来刺激她。六弟妹，你想，咱们在宫中就遭了算计，我听说你离开皇宫的时候轿子竟然翻了，如今竟然还有人拿六弟的安危来刺激你，想必那背后之人是冲着你来的，就是不想让你平安生产，所以你一定不要上当啊。沈妃摸着肚子，轻轻地安抚里面的小家伙。四嫂放心，我明白的。邓王妃看了沈妃一眼，见她比自己年轻了好几岁，小小年纪又怀着孕，现在竟然遭到3番4次的算计，看来这京城也不是好待的地方，说不上什么时候那些牛鬼蛇神就出来给你一下子。邓王妃突然觉得在单州粗茶淡饭的日子也不错，只要再忍4年就好了，只要她和王爷用心经营，日子总是能过得下去的。邓王妃突然想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。邓王妃离开之后，沈妃就把乔杉叫了过来。乔杉，你再带一队人马出城找人，还有再派人打听一下益州王府的消息，看看他们是否回京。王妃，令策已经带走大半人马，属下还是留在王府吧。乔杉觉得就怕是调虎离山，如今因为益州王进京，整个京城也是人心惶惶的，他这个时候可不能轻易离开。沈妃很无奈。好。沈妃也发现了，那背后之人目标还真像是自己。他把身边的人都派走了，要是真有意外，还真能被人给连锅端了。连锅端了，一想到这个词，沈妃那种不祥的预感又出现了。太子、荣亲王、单州王、益州王、益州王府世子，妥妥的都是皇家血脉呀。乔杉，不对，你快进宫去找皇上。王妃，可是有哪里不妥？沈妃说不上来，就是感觉这次的事情不太对劲，不仅是因为唐志玲的失踪。乔杉，你快进宫把消息禀报给皇上，就说这一次的背后之人或许是想针对所有出家人。是，属下这就进宫。凤鸣山上，唐志玲拉着楚静怀快速地在山林中跑着，武丹和武阳等人也在拼命抵抗贼人的袭击。邓威带着几人护着唐志玲2人，他们也没想到会遭遇了袭击。老六，你慢点，我跑不动了。4哥，咱们得快点跑，不能停下啊！
都是老三的瘪肚子，他竟然敢在京城就动手。唐之灵也是没想到，竟然是益州王府的人动的手。本来还以为是普通的贼人或是别国的探子，谁料那些黑衣人竟然是益州王的人。那时候危急关头，唐之灵只能带着楚静怀快速逃离。至于太子，唐之灵不担心，毕竟太子是楚军，身边的人要更厉害，想必是很容易逃脱的。四哥，先别说话啊，咱们快走。一处山坳处，益州王沉着脸看着王府长吏王铎。谁让你们贸然行动的？益州王要气疯了，这时候可不是什么好时机啊。虽然太子已经被抓了，可是这也是相当于和皇上撕破脸了。就算要造反，那也要选在宫宴上啊。只要把皇上控制住了，逼他退位，自己还可能当皇上。可是现在这他妈是荒郊野岭，只抓了一个太子有什么用？难道皇上会因为太子的安危就给他写退位诏书？简直是可笑。那可是皇位，皇上没了这个儿子，还有别的儿子呢，再立太子就好了。益州王见王铎一脸蒙圈的样子，就很来气。说，谁让你们行动的？王爷，属下就是收到了您的消息才行动的。该死的，是你没长脑子，还是本王没长脑子？王爷，属下真的是接到了王爷的命令才行动的，就是苏先生亲自传达的。苏先生？不可能，苏先生人在哪里？王爷，苏先生现如今人在哪儿，属下也不知道。我们埋伏了之后就没见到人了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益州王的心情很不好，他如今的情况可不妙啊，这完全是把他放在火上烤了。他和老大从来都是不对付的，可是两人还没有真的撕破脸。可是如今王府卫队袭击了太子和2个王爷，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更何况太子人还在他手里，长安城怕是回不去了。可是王妃和小儿子还在宫中。益州王眯了眯眼，心中有了决断。来人！王爷，派几个人先去把苏先生找到。是。还有太子那里要好好的看住了，别让他跑了，但也别为难他，保证人要活着。是，王爷，属下明白。王爷，如今我们要怎么办？不仅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给益州那边送消息，人马都立即派过来吧。是，王爷。赵成退下之后，益州王还是心中不爽。苏墨尘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又是什么目的？